A 仓风险更低 ，B 仓利润更高 ，C 仓两边都要。经纪商选择运营模式真的这么简单吗？先看 A 仓，客户提交订单后，订单通过 STP 通路转发给外部流动性合作方完成执行，经纪商主要赚取差价或交易佣金，不直接承担客户持仓方向带来的全部市场风险。这就像你找代购帮你代购东西，代购只赚取你一定的代购费和手续费。不难看出这套模式整体偏向稳健，就像代购依靠大量订单获得收入，选择 A 仓的经纪商，营收也高度依赖客户规模与整体交易体量，但同时也要承担流动性对接、保证金占用、技术系统搭建以及日常运营的各项成本。再看 B 仓，这种模式可以理解为经纪商先在自己的平台内部处理客户订单，而不是把每一笔订单都直接发送给外部流动性合作方。客户买入时，经纪商相当于站在卖出的一边；客户卖出时，经纪商则站在买入的一边。所以 B 仓的核心不是简单的经纪商和客户对着做，而是由经纪商负责内部处理订单，并承担和管理剩余的市场风险。那是不是 A 仓一定更稳妥 ，B 仓一定更赚钱？其实不能一概而论。现实中很多经纪商采用的是 C 仓，也就是混合模式。在这种模式下，经纪商不会把所有订单都用同一种方式处理，会结合订单的体量大小、客户的交易行为特征、市场波动情况，还有平台整体的风险敞口，灵活判定哪些订单留在内部承接处理，哪些订单转发给外部流动性合作方。例如，当平台内部的买卖订单能够在整体上相互抵消时，经纪商可以保留部分风险，但当某一方向的持仓持续增加，或者进场口超过风险阈值时，就可以将相关风险发送至外部流动性合作方做风险隔离。那么经纪商到底应该选择 A 仓、B 仓还是 C 仓？经纪商选择 A 仓、B 仓还是 C 仓，不能只看短期收益，还要综合考虑客户结构、资金实力、风险承受能力、技术条件和当地监管要求。而无论最终采用哪种模式，都还有很多别的因素的考量，比如需要外接的流动性，需要搭建桥，以及 B 仓需要持续监控客户的持仓情况等来实时控制风险。除此之外，经纪商还可能需要配置不同的路由机制以及相关插件。MF 提供一站式经纪商技术解决方案，无需经纪商自己搭建桥，也能完成流动性对接与抛单。MF 都可以帮经纪商建设。同时在 MF 盘房端，运营人员可以同时监控多个流动性连接，运营人员还可以在盘房端独立窗口中分别查看 A 仓与 B 仓两类订单数据，掌握客户持仓情况和平台整体风险敞口，并根据实际风险状况调整订单处理方式。还想了解更多平台搭建知识，请关注我们。